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欢迎来到今天的古诗赏析时间。今天我们将穿越时空，走进唐代诗人元桀的内心世界，与他一同感受乱世中的无奈与坚守。这次的主角是一篇兼具叙事与抒情的佳作《贼退仕官吏》并序，让我们一起解读诗中那份深沉的忧思吧。贼退仕官吏并序原文如下：癸卯岁，西元贼入道州，焚烧杀掠，几尽而去。明年，贼又攻勇破绍，不犯此州边鄙而退。岂力能制敌与？盖蒙其伤廉而已。诸使何为人苦争敛，故作诗一篇以示官吏。西岁冯太平，山林20年，泉源在庭户，洞壑当门前。井睡有长期，日夜犹得眠。忽然遭事变，数岁亲戎瞻。今来点思郡，山一又纷然。城小贼不屠，人贫伤可怜。是以县临境，此州独健全。使臣将亡命，岂不如贼焉？今彼争廉者，破之如火煎。谁能绝人命，以作时事闲？思欲伪符节，饮干自次传。将家就余脉，归老江湖边。诗歌序言中交代了作诗背景。癸卯年763年，西元贼入侵道州，劫掠一空后离开。次年，贼寇攻占永州和邵州，却在道州边境止步而退。道州为何幸免？元桀坦言，并非因力能制敌，而是百姓贫穷到让贼人动了恻隐之心。让我们从诗的开篇感受那份怀旧与无奈。西岁冯太平，山林20年，泉源在庭户，洞壑当门前。诗人回忆太平岁月的悠然生活，清泉在院中流淌，山壑环绕门前，赋税有固定时间，生活简单而从容。但乱世打破了这一切，忽然遭事变，数岁亲戎瞻安史之乱爆发，他不得不离开隐居生活，从军戎边。如今虽为道州刺史，却见山中夷人又纷纷作乱。诗中最令人震撼的是对官吏的批判：使臣将亡命，岂不如贼焉？今彼争廉者，破之如火煎。贼人尚且因怜悯而退，朝廷的官吏却逼迫百姓如火煎油，令人心寒。元桀的愤怒与无奈跃然纸上。最后几句则道出了诗人的心愿：思欲伪符节，饮干自次传。将家就余脉，归老江湖边。他渴望辞官归隐，回到江湖之中，与家人一同过上安逸清静的生活。这种不与苛政同流合污的态度，展现了诗人的高洁品格。贼退仕官吏并序是一首兼具现实批判与深情感叹的诗作，它真实反映了乱世中百姓的悲惨生活，同时揭露了官吏的冷酷无情。诗人以朴实的语言，表达了对百姓的深切同情和对自由生活的向往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古诗赏析，请为我们点赞、订阅，并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感受。我们下次再见，继续一起探索诗词的世界。